一架能垂直起降的獨特戰機再次成為全球軍事圈的焦點。它沒有航空母艦上那些重型艦載機長達數百米的滑跑距離，卻能在狹窄的2棲攻擊艦甲板上輕鬆升空，在高速公路的路段上穩穩降落。它甚至可以懸停在原地，像直升機一樣紋絲不動，然後轰鳴着直衝天際。它就是 F-35B 閃電2，全球唯一一款具備第5代逆踪能力的短距起飛垂直降落戰鬥機。近期，這位海空多面手頻頻登上各大防務媒體的頭條。2026年3月，英國皇家空軍的 F-35B 在約旦上空首次實戰，乾淨利落地攔截摧毀了來襲的伊朗無人機。同一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的 F-35B 首次從齊爾沙治號2棲攻擊艦上成功起降。更令人驚訝的是，意大利空軍的 F-35B 首次在芬蘭的高速公路上完成了起降演練，展示了化公路為機場的極端適應性。幾乎同時，英國還成功完成了新型精確打擊飛彈的首次掛飛測試。一時間，關於這架閃電航母的核心戰鬥力討論迅速升溫。一款為了垂直起降而犧牲了部分航程和載彈量的妥協之作，為何能讓這麼多軍事大國趨之若鶩？它那套極其複雜的短距起飛垂直降落系統又是如何將不可能化為現實的？今天我們就一起打開 F-35B 閃電2的整流罩，從內到外拆解這架重新定義海空作戰規則的輕型航母刺客。要搞懂 F-35B 為什麼被北約指揮官視為改變遊戲規則的武器，必須先搞清楚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什麼叫 STOVL 短距起飛垂直降落模式？這可不是給飛機裝幾個反推火箭那麼簡單。當你親眼看到 F-35B 垂直起降的那一刻，會感覺它像是科幻電影裡直接違反了物理法則的反重力引擎。駕駛艙後方的蓋板緩緩向後掀起，那不是故障，也不是什麼花哨的裝飾，那是升力風扇的進气口蓋板，整架飛機最核心、最具有科幻感的機械裝置之一。蓋板打開後，一個直徑約 1.3 米的巨大升力風扇暴露出來，像一台被綁在飛機上的垂直發動機。它通過一根極其堅韌的傳動軸，從主發動機那裡吸取超過 2.6 萬馬力的功率，瘋狂旋轉，向下噴射出強劲氣流。这股東風能提供整架飛機約 47% 的垂直升力，剩下的部分則由尾部那台能向下偏轉95度的 F-135 發動機噴口承擔。這個蓋板只在起降階段打開，一旦轉入平飛，它就會關得嚴絲合縫，保持機身的逆蹤外形。整架飛機就像是被一只無形的大手穩穩地拖在半空中。這套系統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利用了和火箭升空一模一樣的物理原理，向下噴射氣流，用反作用力把自己穩穩托起，用自己產生的巨大向下推力把自己頂起來。從本質上講， F-35B 就是一台安裝了機翼，能夠精準控制自身姿態的飛行噴氣發動機。這套系統有多瘋狂？想象一下，你在高速駕駛一輛高性能跑車的同時，還得維持幾十噸重的載荷，精準懸停在離地幾米的位置，這簡直是在走鋼絲。為了給這套系統供電，主發動機必須輸出超過 2.6 萬馬力的恐怖功率。這不僅僅是機械工程的極限，更是材料學的勝利。而這項技術的大規模實用化，也第一次打破了海空力量的邊界。然而 F-35B 那套複雜的升力系統並非沒有代價，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其飛行性能和戰場角色的限制。為了給那套龐大而沉重的升力系統騰出空間， F-35B 的機身必須進行強化和改造。相比於它的兄弟们常規起降的 F-35A 和艦載型 F-35C，B 型的內部燃油携載量更小，垂直起降時作戰半徑更短，最大起飛重量也稍遜於其他型號。同時，複雜的動力系統和機械結構也給後勤維護帶來了巨大挑戰，這使得 B 型比其他型號更容易在高溫、高鹽的海洋環境中出現問題。看到這裡，相信有很多觀眾會好奇，犧牲了這麼多，值得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極有價值。因為 F-35B 的舞台並不是在陸地上的大型空軍基地，它真正的價值全在於海上和前線的快速部署能力。那些質疑的聲音總喜歡盯着它的載油量和載彈量說它是個小短腿兒。但各位別被那些表面缺點給蒙騙了，在真實的戰場遠程奔襲中，一架航程稍遠但只能在幾百公里外超級航母上起飛的重型機，和一架能直接從敵方眼皮子底下2棲攻擊艦甲板上騰空而起的逆蹤戰機，對比誰的突襲威脅更大？傳統艦載機的威脅建立在我能飛到你家的打擊半徑上， F-35B 的威懾建立在我就在你家門口，你還沒發現我的突然性上。
前者你還能防，後者你根本來不及防。F-35B 的加入，讓一艘排水量4万噸的小平頂瞬間變成了一艘可搭載10幾架逆踪戰鬥機的閃電航母。它將制空和縱深打擊的能力從昂貴的超級航母下沉到了更靈活、數量更多的2栖攻擊艦隊中。2026年 F-35B 在全球的足迹正在快速擴張。2026年3月，英國皇家空軍的 F-35B 在约旦上空完成了服役以来的首次實戰，使用先進短程空对空飞彈和先進中程空对空飛彈，精準擊落了來襲的伊朗無人機。英國國防部隨後證實，這是英國 F-35機隊首次確認的實戰擊落記錄。當雷達熒幕上出現敵方無人機的那一刻， F-35B 的綜合電子戰系統就像是開啟了上帝視角，精準鎖定以及擊中。另一方面，意大利空軍的 F-35B 首次在芬蘭的高速公路上進行了起降演練，這不僅僅是炫技，這是在展示一種極其恐怖的戰場韌性。傳統硬地長跑道機場可能在第一輪打擊中就化為烏有，但這些能降落在高速公路上、能隱藏在偽裝網下的閃電，卻依然保持着隨時反擊的生存保障。公路起降展示的是戰場韌性，而在約旦上空的實戰則證明了 F-35B 的攻擊能力，兩者結合才構成這架戰機的完整威懾力。而在中東的對抗中， F-35B 的價值體現得更加直接。當美伊緊張局勢升級時，美軍將 F-35B 部署在波斯灣的2棲攻擊艦上，隨時準備對伊朗的導彈陣地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這種從你家門口起飛的威懾力，讓任何對手在動手前都得掂量掂量。F-35B 正在亞太地區迅速蔓延，日本航空自衛隊已正式裝備首批5架 F-35B， 部署在宮崎縣新田園基地，未來將與改裝後的出雲號和加賀號輕型航母聯合運用，執行島嶼作戰和海上攻擊任務。日本總計採購了42架 F-35B， 每艘出雲級航母可搭載12至18架。2026年6月，加賀號已經完成了 F-35B 起降訓練前的全部設備裝載，即將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展開跨甲板聯合演練。新加坡也即將在2026年底接收首批 F-35B， 成為東南亞首個 F-35B 運營國。這20架 F-35的引進，從根本上重塑了東南亞空軍力量格局。反觀俄軍那些紙面數據華麗的重型戰機，空有近30噸的最大起飛重量和高達2馬赫的極速，表面上參數漂亮得不得了，但這些高度依賴完整後勤保障體系，動輒需要1500米以上硬化跑道的重型戰機，一旦失去大型機场的支撐，就像被拔了牙的巨獸，只能在機庫裡瑟瑟發抖。俄空天軍目前的主力由蘇35、蘇30 SM 和蘇34構成，這其中作為制空核心的蘇35，雖然機動性賬面數據驚人，但它的雪豹翼無源相控制雷達本質上只是機械掃描與電子掃描的混合體，波束指向變化緩慢，抗干擾能力極差。俄軍的西比內電子戰系統在遭遇搭載先進有源相控制雷達、具備認知電子戰能力的美國及北約戰機時，經常陷入反向被鎖定的窘境。更何況，俄軍的 A50 預警機不僅數量稀少，性能也遠跟不上現代戰爭的需求。這導致蘇35在實戰中高度依賴地面雷達引導，一旦地面雷達網絡被打亂，它的態勢感知能力就會嚴重下降。蘇30 SM 的問題更為突出，這款戰機為了多用途能力狂增重量，卻沒能換裝更強勁的發動機，導致空重顯著增加，推力卻沒有相應提升，最大速度和加速性能大幅下降。低配的火控系統使其無力伴隨蘇35執行制空任務，機動性的不足又讓它難以輔助蘇34執行對地攻擊。在烏克蘭戰場上，蘇30 SM 非但未能發揮多用途優勢，反而屢屢成為兩不靠的短板。更致命的是，俄軍這些重型戰機極度缺乏戰場生存能力，由於極度依賴固定的大型機場，他們輕易就成了烏克蘭遠程无人機的活靶子。烏軍僅2025年1年就摧毀或重創了至少15架各型戰機，包括蘇30 SM、蘇34和蘇27等，甚至還有一架蘇30 SM。在低空巡逻時，被烏軍無人艇發射的響尾蛇飛彈擊落。據開源情報分析，俄空天軍已損失了相當數量的蘇35，這哪裡是威懾力，這簡直就是被動挨打的移動標靶。有人說 F-35B 的維護複雜，容易在高溫高鹽環境下出故障。沒錯，它是精密，但這種精密帶來的作戰效能，遠不是那些只會靠數量堆積的落後機型所能比擬的。F-35B 的模塊化設計，讓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更換零件，而那些老式戰機一旦被擊中關鍵部位，
基本就只能等着進博物館報到了。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北約各國為何對 F-35B 如此痴迷？答案其實很簡單，分布式殺傷。過去我們認為海戰就是看誰的航母更大，誰的艦載機更多，但在2026年的今天，這種思維已經過時了。F-35B 的出現，讓每一艘2棲攻擊艦，甚至每一艘經過改裝的驅逐艦，都能瞬間變成一個獨立的信息節點和打擊中心。這不再是點對點的對壘，而是網對網的绞殺。當 F-35B 穿透敵方的防空網時，它不只是自己去轟炸，它是在為整個北約艦隊指引方向。它那恐怖的數据鏈能力，讓後方巡航导彈的打擊誤差被縮減到米級以內。這就是世界燈塔帶給我們的科技優勢，用更小、更靈活的單位去瓦解那些看似龐大卻臃腫的防線。那些不理解 F-35B 優勢的人，總喜歡拿載彈量說事，說 F-35B 掛載少了。但別忘了，在逆蹤模式下，它攜帶的可是專門為未來戰場設計的精確制導武器，每一發都能精確清除敵方的雷達站或指揮所。這種精準打擊帶來的戰術價值，遠比那種胡亂投擲幾十噸鐵炸彈的狂轟濫炸要高明得多。而在信息化作戰日益普及的今天，美國海軍也沒有停下腳步。據防務新聞報道，五角大樓已向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授予了近10億美元合同，用于大規模生產和採購。F-35全系列的先進電子戰改裝套件屬於科技刷新3計劃的一部分，為現役 F-35全面過渡到 Block 4技術鋪路。Block 4升級將帶來超過70項全新能力，包括增強的飛彈容量、先進的電子戰能力、改進的目標識別等。儘管由於技術複雜性和成本控制原因，其全面完成被推遲到了2031年，但這絲毫不會影響當前 F-35B 在全球軍事格局中的威懾力。我們常說，戰爭是一場關於資源的較量，但更是關於智慧的博弈。F-35B 的成功在於它沒有試圖去造一個全能怪獸，而是專注於在有限的空間內，通過極致的技術集成，完成最關鍵的戰術任務。它不是最快的，也不是最逆蹤的，但它是最具威脅的。它不完美，但它足夠致命；它不便宜，但它讓對手感到恐懼。這場關於 F-35B 閃電2戰績的分析就到這裡。最後有幾個問題想和各位討論。第一，當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裝備 F-35B， 並將其部署於輕型航母或2棲攻擊艦上時，傳統的重型航母地位是否會因此受到威脅？第二， F-35B 為達成短距垂直起降付出了航程和載彈量的代價。你認為這種取捨在未來的高強度衝突中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會成為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轉發。我們下期再見。